快看，不要怀疑，这是用 AI 生成的模特儿。嘿，我是忍者妈妈，带你使用 AI 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。上次介绍的 AI 模特儿工具还没有很成熟，我们今天要来讲另外一个更好用的工具，可以解决上次遇到的问题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还可以自己当模特儿哦。首先来到 Hugging Face 的网站， Hugging Face 是一个平台，上面有很多大神分享的模型，属于 Open Source。如果会写程式，还可以把你需要的功能加入自己的应用程式中。不过我们频道只谈应用跟创作，其他的就不讨论了。这边不需要账号就可以使用，在搜寻这里输入 IDM-VTON， 然后点选 Demo 这里进入，这里上传人物，这里上传衣服，这边没有自动去背的功能，可以到 Adobe Express 或是 CapCut 的网站，先将衣服图片去背，也可以选择下面的范例使用。这两个都要打勾，然后按 Try On， 等它一下就完成咯。在结果这边按右上角就可以下载咯。上面这个如果没有打勾，结果会是这样，没什么变化。下面这个如果没有打勾，结果会是这样，所以两个都要打勾才会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接下来我们测试几个部分。第一，上次在 CapCut AI 模特儿测试失败的衣服，这件7分袖上衣在这边 OK， 但还是会有一点不稳定。模特儿照片不同，这两张的差别只在于一个手插在口袋，一个没有而已，但生成的衣服袖子长短就不一样了。这件无袖背心上衣上次是无法辨识，在这边也很 OK， 但是会受模特儿照片影响。怎么说呢？我原本的模特儿如果是穿洋装，它会变成洋装；我原本的模特儿如果是穿上衣加裤子，它就会是我们要的上衣。如果我很懒，衣服照片中的人没有去背，会是什么结果呢？永远要记得，要花最少的时间达到同样的结果，在得到相同结果的前提之下，能够少一个步骤就少一个步骤。我原本的模特儿如果是穿上衣加裤子，它会把洋装变成上衣，还自动加了同肤色的袖子。我原本的模特儿如果是穿洋装，它会变成洋装，然后把头发剪了。如果是这样的图，会变成这样。我原本的模特儿如果是穿洋装，只给它上衣，又会如何呢？有时候会自动生出短裤，有时候不会。所以最理想的情况就是，如果是上衣，模特儿的下半身要有另外的穿搭，这样就不用花很多的时间测试。接下来这几个是用实体衣服拍摄的照片来测试，照片如果没有摆正拍，就无法照原本的样子呈现。再来这个是没有去除衣架，这个是有去除衣架，结果差不多，衣服的颜色都有被影响到，细肩带的部分都没有如实呈现，所以这个工具不用花时间去除衣架。那如果是这张呢？干涉更多的图片，自动生成包包，但背带不完整，也少了细肩带，所以衣服图片的干涉还是不能太多。那如果是这张呢？只有上半身，生成的结果是这样，如果不满意，再跑一次结果还是一样。但是如果换一个模特儿，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，所以它下半身衣着的演算是根据模特儿原本的衣服来演算。再来，不同的模特儿穿同样的洋装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我们来看这些例子，看完这些例子有没有发现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裙子的长短会随着模特儿原本的衣服变化。再来，衣服上的文字或 logo 能被正确的呈现吗？答案就是还是不行。换完衣服可以换裤子吗？答案也是不行。目前只适合用上衣或洋装，如果丢裤子的图片给它，它会自动生成相近配色的上衣，可以拿来作为服装搭配或服装设计的灵感。另外，如果原本的照片中有其他人物，换完衣服之后，其他人会有扭曲变形的可能。这个工具很适合整个服装产业作为预购使用，设计出来的衣服先确定有市场再生产，可以减少很多库存滞销的问题。很适合想当服装设计师的人，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来测试市场反应。今天影片中大部分的衣服都是 AI 生成的，或是电商产业可以打造自己的 AI 网红，打造自己的代言人，展示自家商品，形成品牌效应，可以节省非常多成本，永远不用担心人设崩塌的问题。或是自己想当模特儿的人，就可以用自己的照片展示及贩售衣服，只要会整合上下游厂商的资源，会做自媒体，能找到客户，会卖商品，是个不错的机会。当然也有人把这个功能做成虚拟试衣平台，帮助使用者在线上试穿衣服，但是这样只能判断衣服穿起来好不好看，无法
确认衣服穿起来的舒适度以及合不合身，这是所有网购都存在的问题。最后，我们一样可以到 Vigo 将它转成走秀的影片，变成一个虚拟实境秀。在 AI 的时代，就是看谁会玩积木，可以把积木煮到最好。今天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赶快去试试看吧！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站在 AI 这个巨人的肩膀上，看得更高更远吧！